Apple Watch S10的评测在国庆前让我赶出来了。今天视频我们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部分 S10升级在哪儿？第二部分呼吸暂停国行到底能不能用？以及第3部分很多同学最关心的就是买 S10还是买 S9？ 我们先说 S10升级在哪儿？第一个设计。苹果依然非常有规律的外观，3年一改，今年线条更加圆润了啊，黑色版本就好像是一块鹅卵石。表壳增大了1毫米，从前代的45毫米增大到了46毫米，45和46是表壳尺寸，而非屏幕尺寸。表壳厚度减薄了1毫米，高配版重量减轻了10克啊。秋冬穿长袖，袖口的舒适度会明显提升，不会勒得太紧，晚上睡觉佩戴也更加舒适无感。一个有趣的小细节就是 Apple Watch 发布10年了，表壳从42毫米增大到44，再到45，再到46，再加上 Ultra 的49，尺寸变来变去，但是表带依然通用。也就是说，你买一根表带能连续用10年，对于我这种表带爱好者来说非常友好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一台手机、一副耳机或者一件衣服、一双鞋子都很难在家保留10年，但是 Apple Watch 的表带10年之后依然可以作为日常穿搭。在这儿呢，我给大家看2根表带。2014年就是 Apple Watch 第一代刚刚发布的时候推出的那个米兰尼斯表带，还写的42毫米，而这根表带今天依然可以完美的适配到现在的 Apple Watch Series 10上。这是10年以前的表带，这个也是初代的皮革表带，也写了一个42毫米。大家还记得当年 Johnny Ive 一口伦敦腔念出这款表带的名字吗？叫 The Simple Leather Classic Buckle. The Simple Leather Classic Buckle references traditional watch vocabulary. 第二个升级，屏幕尺寸。我把最近3次设计改变给大家对比一下。S10屏幕的面积比 S987 哥仨增加了9%，比 S654 哥仨增加了30%。S10也一举超越了 Apple Watch Ultra， 成为家族最大屏幕手表。更大屏幕对于这种模块化的表盘来说，它的内容显示就要更大更清晰。而像计算器这种 App， 它的按键面积会变得更大，手表回复文字消息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准确。有同学说了，用手表去打字回复，是不是这个事儿很扯啊？那这个位置，苹果专门为手表键盘做的优化，相当的好用啊！我推荐大家也试一试。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，S10比 S9它的黑边变得更宽了，而金属表壳部分变得更窄，整体屏占比要提升了。黑边变宽这点让很多用户很介意啊。其实 Apple Watch 目前大部分应用界面都是黑色的，所以说日常使用呢，其实影响不会很大。影响最大的一个场景呢，应该是用照片作为表盘，对不对？这种使用场景下，黑边就会更加明显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苹果为什么要使黑边变得更宽？我推测比较大的可能是这次屏幕显示角度所带来的封装工艺的改变。那么我们就来聊一聊 S10它的第3个升级，屏幕显示。S10它的屏幕升级成了广视角屏幕，倾斜状态下它的亮度要比 S9提升了40%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就是一个倾斜角度，两个手表它们的倾斜角度相同，并且手表亮度都调到最高。然后我给大家分享几张图片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左边这个是 S9， 右边是 S10。再看下一张，左边是 S9， 右边是 S10。再看下一张，当我倾斜相同角度，你会发现 S10更加明亮通透。有同学说，倾斜角度提升亮度有什么用啊？如果大家日常使用手表比较多，其实会发现啊，这个倾斜的角度才是手表更常用的观看角度。比如说骑行的时候，双手扶把，这时候瞄一眼就能知道自己的体能数据；坐公交、地铁，单手把杆，这时候看一眼就能够了解新消息；开会着急结束，对不对？但是当着领导的面，你不好意思抬手腕，这个时候瞄一眼时间，这些场景都变得更加易读了。这一次 S10的屏幕还首次实现了息屏状态下的显示秒针刷新，这也是 Apple Watch 发布10年以来终于能够实现息屏下的秒针显示。而当以上这2个新功能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当 Apple Watch 进化到第10年，苹果正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淡化台腕亮屏这个概念。这是在传统机械手表或者电子手表并不存在的一个概念，因为智能手表它为了降低功耗，当你下垂手腕的时候，这个屏幕会自动熄灭，这才催生出台腕亮屏这个操作。而当 S10不仅可以永远亮屏，息屏下也可以显示秒针，倾斜角度也可以清晰阅读的时候，用户是否还需要台腕呢？
不过目前支持息屏秒针显示的呢，只有2款新表盘啊，老表盘现在还不支持秒针的息屏显示，所以说现在呢还是淡化这个概念。这个位置呢，我想结合着这个全天候显示，给大家分享一个 watchOS 11中新增的智能叠放功能。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好用了，你可以理解为手表版的实时活动，它会根据你的时间地点去智能推荐你可能需要的信息，比如说打车出门。这个时候手表就会自动显示我出租车的车牌和车辆颜色，你不需要手动设置任何功能啊，手表界面就会自动的显示出来。比如说中午点外卖，这时候手表就会提示你还有多久送达。比如说雨季出门，手表就会自动告诉我外边是在下雨。如果你在店内去下单肯德基、麦当劳，这个时候手表会自动显示取餐号。如果你出发去坐高铁，手表会自动显示车次和时间。这些功能并不是通知，它们不会震动啊或者响铃，它就默默的显示在你的表盘上，你想看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了。第4个升级是这一次表壳材料采用了新工艺啊。其实单纯从外壳上来看呢，钛金属它的美观程度和不锈钢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钛金属它的耐腐蚀性是不锈钢的2到5倍，硬度是不锈钢的2倍，但是呢，它的重量反而降低了10克，因此佩戴起来非常的轻盈。如果说钛金属有一个缺点的话，那就是它的硬度太高，导致它的抛光打磨工艺难度非常大。而这一次苹果终于实现了 S10 钛金属的抛光打磨加上表面镀膜，这应该是苹果工艺的一个巨大进步了。看似相同的外观，但是耐用度应该是全面提升。这次铝金属版本新增了亮黑色，应该是铝金属那个系列里最受欢迎的一款，也是等级森严的 Apple Watch 发布1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亮面铝合金这样的一个效果。这款漂亮是真漂亮啊！但是我在第一眼看到这个 Jet Black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，我脑海中就想起了当年满身划痕的亮黑色 iPhone 7。这次呢，它的工艺其实要相比于 iPhone 7要有提升，但是因为它没有像钛金属一样采用表面镀膜的工艺，所以说磕碰蹭漆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。因为我自己还没有长期佩戴使用，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结论。现在我只能说，亮黑色是10年铝金属颜值的巅峰，但是有掉漆的风险。第5个升级呢是数字系列，这次首次加入了水温传感器和深度传感器，支持6米水深浮潜。我现在的游泳水平呢，属于就是游泳池还沉不到底儿呢，所以6米这个事儿呢，我就暂且先不给大家测试了。第6个升级呢是支持手表外放音乐和播客了，这个呢真的就是听个响级别了。如果你是小朋友，他有一个自己的 Apple Watch， 那可以边听播客边玩玩具。脑袋里永远都是上小学、上中学、上大学。其实，在这个位置，我有一个我自己日常使用的痛点啊，就是我在洗澡冲凉的时候，我其实很想听播客的，但是手机如果放在淋浴室外呢，又怕听不清，所以如果能够带着手表边冲澡边听播客，岂不是很棒棒？于是我就带着手表进浴室实际测试了一下。现在我在家里已经就此命令洪老师做出深刻检讨。听不清。这次手表的第7个升级，快充啊！S10 可以实现30分钟充入80%的电量啊，美版实测确实是这个速度。但是国内充电频率冲突，从超级升级变成了一个超级降级啊！这个位置我必须要说一下，国行版本的 S10 充电数据其实有点奇怪啊，我测试了几次，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。比如说，大家看画面中左右2款都是 S10， 其中左侧呢我是使用 S9 的充电器去充电，右侧呢使用的是这次 S10 国行的充电线，都从1%开始充，30分钟的时候使用 S10 充电线的速度明显领先，达到了37%，时间来到1小时 ，S10 充电线也领先 S9 的充电线，可是到了1个半小时 ，S9 的充电居然反超了 S10， 这次充电速度是比较快的。我其他测试同样的这个充电线，有的时候速度要比这个慢。我现在没有搞清楚状况，之后持续使用一段时间再给大家反馈。另外，这个位置有一个细节，就是 S9 的充电线，然后我用 AirPods Pro 2给大家测试一下，这就开始充电了。AirPods 4也是可以正常充电的。然后现在换成了 S10 的国行版本充电线，这是 AirPods 4，大家看一下，可以充电。再换到 AirPods Pro 2，大家看一下，它会亮灯，但是没有充电的提示音。
目前来看啊，充电器这个问题基本无解，我推测也很难通过后续的软件升级来解锁快充，所以国行版只能更合理的去规划自己充电时间，减少快充缺失所带来的影响。Apple Watch S10的第8个升级，也是这次发布会其实我个人最关注的呼吸睡眠暂停监测啊，这个功能其实 S9、S10 和 Ultra 2都支持这个功能。呼吸睡眠暂停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家人啊或者伴侣啊，他们就打呼嘛，就呼呼呼呼，突然一下子安静了，突然停了，就不打呼了，可能隔了一段时间又呼呼又开始打呼了。那么中间这个安静的时间很可能就出现了呼吸暂停，临床上称之为憋住了。这种症状呢，在肥胖、老年、吸烟、饮酒的群体更加常见，因为本身是处于睡眠状态嘛，所以说患者自己也并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发生。长期睡眠呼吸暂停，会增加高血压、心脏病的概率，也可能会影响代谢，增加糖尿病的概率，也可能会影响白天的注意力和记忆力。数据显示，有80%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人，并不知道自己睡眠呼吸暂停。那么Apple Watch 它是如何检测的呢？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啊，它不是说你打呼呼吸暂停的时候就震动一下给你震醒，不是这样子。它的测量方法呢，是你睡觉的时候带上 Apple Watch， 然后以30天为一个周期去获取你的睡眠呼吸信息。注意 Apple Watch 它不会开启麦克风去录音你是否打呼，而是通过精密的传感器配合算法去实现检测。30天的周期内呢，只需要10天有数据就可以生成一个你的报告。如果你的睡眠呼吸暂停数值一半时间都处于高位，用户就会得到一个通知，你就可以拿着这份报告去给医生看。据我了解，使用呼吸机是可以帮助部分患者解决睡眠呼吸暂停问题的啊。如果比较严重的话，可能要接受一些小手术，这个部分大家完全遵照医嘱就好。Apple Watch 的睡眠呼吸检测呢，是经过严格的 A/B 对照组，超过11000个夜晚测量数据所得出的，已经获得了 FDA 的认证，是对照临床级别的监测设备。国行版本也是支持这个功能的，但是因为它涉及到医疗器械了，所以说目前还没有通过审批。这个位置大家再耐心等待。这个部分如果大家特别着急想使用啊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香港旅行的时候，你把你的手机、手表都带着，然后连接香港的网络，等大概5到10分钟。这个时候你的健康应用当中呢，就会出现一个开启呼吸紊乱监测的提示。你开通之后，它就会随着你的 Apple ID 来进行啊，就是哪怕你回到内地，它也可以正常使用；哪怕你再连接别的新的手表，也可以正常使用。这个方法我觉得唯一的不足呢，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说去香港就去香港，对不对？比较麻烦，但是省钱省时间的另一个方法呢，就是使用尾插去改变你手机的定位，然后连接香港的节点网络。这个方法呢，学习成本比较高，但优点呢，就是不需要你亲自去跑一趟香港。我个人是非常不建议大家通过分享自己的账号和密码，让其他人或者陌生人登录你的 Apple ID 去开通这个功能的。因为在我看来 ，Apple ID 它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呼吸暂停。我们退1万步来说啊，你可能一顿测试、一顿折腾，发现自己并没有呼吸暂停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功能第二，安全第一。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，我说一下购买指南啊。首先，尺寸方面，开箱视频中我已经给大家3个参考建议了，大家结合自己的使用场景来判断。我把自己佩戴46毫米、42毫米和 Ultra 的效果展示给大家。我自己日常佩戴的是7号表带，供大家参考。我又找来了一个小姐姐，同时佩戴46毫米、42毫米和 Ultra， 也展示给大家。她日常佩戴呢是1号表带，供大家参考。第二个选择问题就是颜色，其实今年钛金属3个颜色，我认为都很漂亮。我个人会优先推荐原色钛金属，因为它很好搭表带嘛。铝合金版本呢，还是亮黑色优先吧，因为真的很漂亮。今年那个金色钛金属很美，真的很好看。如果你日常喜欢搭配一些首饰啊、珠宝啊，我认为金色那款应该是你的第一选择。第4个问题，大家最关心的是买国行还是买港版，还是买美版，还是买日版呢？如果在内地使用，那么国行版没有快充，港版日版呢则不能使用内地的 eSIM， 美版呢不能测试血氧饱和度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计划买非蜂窝网络版本啊，你还顺路就去一趟香港或者日本玩，我觉得可以优先考虑港版或者日版。如果你想买蜂窝版本，那么还是优先选择国行，美版我就不推荐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认为血氧饱和度这个功能要比快充什么的它重要太多了。第3个问题，表带怎么选？我10年 Apple Watch 佩戴经验啊，如果只推荐一根，绝对是
最平价的运动回环啊，无论是舒适性、松紧度，还是颜色的丰富选择度，都是最佳推荐。如果你特别爱出汗，那么呢就别选这款，这款表带容易有味道。对于特别爱出汗的同学，那么我会优先推荐硅胶的那个运动表带。编织单圈表带呢，长时间佩戴会有一点变松的可能啊，但是质感很棒，可以作为第2根表带入手。米兰尼斯质感很好，透气很棒，但是呢很容易夹毛啊，适合汗毛不重的用户。如果你还想买皮革表带的话，可以去爱马仕官网，包括之前苹果官网那个断货王大象灰，在爱马仕官网现在都可以直接买到。那么最后一个终极问题是买 S9还是买 S10？ 我的建议呢，还是优先 S10吧。屏幕变大，机身变薄，更耐腐蚀，更耐刮擦，重量变轻，可视角度增加，新增秒针识别，还有音频外放，增加了水深和水温传感器。我很难跳过 S10，跟大家推荐 S9。而对于升级的用户呢，如果你现在有 S9，那从功能和体验的角度，我认为没有必要升级到 S10。如果你现在是 S7以及 S7之前的用户，那么我强烈建议升级。至于 S8是否升级，我认为主要看预算以及你是否看重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功能。以上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Apple Watch S10的使用体验以及购买推荐。Apple Watch 发布10年，有2个环节是我非常喜欢的，一个就是它极致个性化的表带和表盘的配搭，另一个则是对自己身体健康信息的全面掌握。我爱我的 Apple Watch，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小家伙带给你们生活的改变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